近来，美国频频向台当局释放错误信号。周五，蔡英文的副手赖清德在过境美国旧金山期间视频会见了美国国会众议长佩洛西。对此，外交部回应已就此事向美方提出严正交涉。而中国驻美大使秦刚日前接受美媒专访时就特别强调，台湾问题是中美之间最大的火药桶。如果台湾当局在美方撑腰下持续推进台独，很可能将中美两个大国卷入军事冲突。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周日表示，中方坚决反对美台开展任何形式的官方往来，已就赖清德过境美国期间同美国会议员等视频会见，向美方提出严正交涉。我们敦促美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3个联合公报规定，立即停止美台官方往来错误行径，不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任何错误信号，以免进一步损害中美关系和台海和平稳定。我们观察此次赖清德窜访洪都拉斯这样一个行程表面上看起来是台湾跟洪都拉斯方面借机的一个互动，但实际上的本质上，它幕后的操盘人是美方，进行一个视频的互动。首先是出于双方之间一个政治上的一个考虑，也就是美国对于一中原则的敏感性的一个顾虑害怕引起更大的一个反制。当然我们知道了，如果只是视频对话的话，赖清德又何必到美国去呢？他在台湾也可以，对吧？赖清德本周窜访洪都拉斯，参加该国新任总统就职典礼，2度玩过境美国的把戏。虽然被一些台媒吹嘘为2024起手式，但整趟旅程都十分狼狈。因为只接种过台湾高端疫苗，赖清德只能在过境期间待在洛杉矶和旧金山的酒店，被形容像是在关禁闭。在过境美国洛杉矶时，赖清德被要求只能以视频方式与美国部分人士进行所谓会谈。这些会谈对象也仅为10余名不具官方色彩的国会议员。而在洪都拉斯新任总统的就职典礼现场，赖清德主动与美国副总统哈里斯攀谈，两人聊了20-30秒，而落座后直到活动结束，两人都没有再次互动。即便如此，赖清德与哈里斯的同框寒暄也被一些台媒吹捧为所谓新突破。至于与洪都拉斯新任总统卡斯特罗的会面，也只是两人站立交谈了7分钟。周五，就在赖清德于旧金山所住的酒店门外，100余位支持两岸和平统一的人士挥舞中美2国国旗，高呼反独口号。尤其是当天下午3时25分，当赖清德乘车抵达酒店时，示威活动达到了高潮。台独是陆地岛，台湾是中国领土，台湾是中国领土。针对近来美国大打台湾牌，台当局频繁搞以美谋独的小动作，中国驻美大使秦刚周四在接受美国媒体专访时表示，台湾问题是中美之间最大的火药桶。Let me emphasize this: the Taiwan issue is the biggest tinderbox between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If the Taiwanese authorities, emboldened by the United States, keep going down the road for independence.It most likely involve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the two big countries, in the military conflict. 不少外媒都注意到，这是秦刚去年7月接任以来首次接受美国媒体专访。秦刚针对涉台问题的严正表态，尤其引起美国舆论震动。美国全国公共广播电台就指出，相较于之前中方常提到的玩火，秦刚的这一表述异常直接，是中方对美台发出的一个少有的直接声明。还有一些媒体将此称为对美国的警告。路透社、英国卫报等则认为，中国驻美大使异常明确地提到战争前景，并将其与美国直接联系起来，这在过去并不常见。近一段时期以来，美国政府在台湾牌上的这种操纵越来越无底线、无下限。从美国人自己的角度来看，美国人绝对不希望被台独去拖到战争的这种泥潭之中，这也是毫无疑问的。所以，秦刚大使是从里外几个方面，对美方是晓以利害。双方应该拿出更多的这样一个实际的行动去管控这种风险的可能，特别是美方应该在台湾问题上更多的谨言慎行，降低自己打台湾牌的这种冲动，克制这种欲望。实际上，秦刚在采访中也阐述了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重要性。他表示，中国不想和美国发生冲突对抗，美国也不想和中国打仗，所以不打仗不冲突是中美之间的最大公约数。双方应共同阻遏台独势力，给和平一个机会，让和平胜出。对于中美关系，秦刚则正面回应指出，想要改变中国的想法从一开始就是幻想。中华文明有5000年历史，中国是中国，美国是美国，美国不能指望按照自己的设想改变中国，反之亦然。中方无意改变或取代美国，为什么双方不能一起合作呢？为什么总想着试图超越对方或遏制对方发展呢？
即便如此，美方仍不断向岛内释放错误信号。世卫组织第150届执委会议于本周一至周六召开，会上，美国代表就以应对全球公共卫生事件需要全体参与为由，提出应该包括台湾。同时，台民进党当局还怂恿一些所谓友邦，如巴拉圭、洪都拉斯、海地的代表，继续挑起台湾应该加入世卫组织的话题。不过，这些发言马上招致了世卫组织现场打脸。周一，巴拉圭卫生部长波帕发表所谓挺台言论时，世卫组织的口译人员并未对此进行翻译。周三，斯威士兰卫生部政务次长兹瓦内在发表挺台言论时，也出现了同样的情况。值得警惕的是，脱欧后的英国也出现了在台海局势中插一脚的迹象。据英媒周五报道，英国议会外交事务委员会成员、工党籍议员布莱恩特透露，外委会成员预计于2周内访问台湾。岛内绿媒忙不迭渲染称，这说明英国对台湾的关注度正在提升，并引述英国议会外交事务委员会主席图根达特的话称，相关访问行程将凸显外委会及议会对英国与台湾地区关系的重视。深陷派对门丑闻的英国首相约翰逊近日也跳出来在台湾问题上指手画脚，妄称中国大陆军机近日在台湾附近进行军事飞行，不利于该地区的和平与稳定。那么从英国的层面来讲，他所谓的对于台湾的这种关注度的上升，本质上是英国当前对于自己所谓的全球英国战略的这样一种没有方向感、一种战略迷茫的体现。从未来一个时间段来看，随着拜登政府他的这样一个印太安全框架和印太经济框架逐渐的清晰，未来我们可以预见的是不只是英国，那么还会有一批西方国家都会表现出对于台海的这种所谓的兴趣。相关话题来连线特约评论员吴卫。吴先生您好，驻美大使秦刚接受美国全国公共广播电台专访时警告称，台湾问题是中美之间最大的火药桶。您是如何来解读这句分量颇重的话呢？是的，美西，秦刚大使郑重地提出了一个新论述，那就是台湾问题成为中美之间最大的火药桶。在我看来，火药桶论与中美卷入军事冲突论十分直白地点破了华盛顿当局不愿触碰却隐隐作痛的担忧，那就是美国真的要为这些台独分子与中国干一仗吗？如果说美方打台湾牌是为了所谓遏制中国的崛起步伐，那么中美走向战争则意味着遏制战略的全面破产。遏制的初衷原本就是以较小的代价实现重大战略目标，可一旦上升为所谓战略对赌，牌桌上的一切筹码都有可能搭进去。精明的美国人不会不懂这个道理。我们甚至可以说，美国之所以敢打台湾牌，原本就经过了成本核算。台湾这个棋子在沦为弃子之前，要尽可能的发挥牵制北京的作用。可另一方面，美国又深谙炒股不能炒成股东的道理。回溯历史，当局面难以收拾，美国抽身的速度比谁都快。这也就引出了秦刚这句话的第二层含义，那就是正告美国当局要小心台独分子做局，将两个世界大国引向战争。在我看来，这层含义、这层意思更加辛辣，是在严肃地提醒美国方面要管束好手下的阿猫阿狗，棋子该守棋子的本分，万不要欲举僭越妄想教主子如何下棋。回看中美博弈史，每当台湾执政当局妄图触碰台独的红线的时候都会遭受华盛顿方面的敲打。本质上看，这就是美国对棋子反噬主子始终心存警惕。然而这些年，为了保持对华打压力度，美国方面竟然对台湾执政当局的许多胡作非为采取了默许甚至是鼓励的态度，这是极其危险的。